那这个就是我现在2024开年经常穿的一款 TW 的 FCPC V5，是 RG 色的，所以我为了配这款 RG 色的背心呢，我又配了一整套黑色的温迪的头盔，这个是温迪的最新款的 LTP， 是塑料盔，因为防弹盔真的太重了，颈椎毁灭者。发现敌人，发现来了，还得救人你们！对方队长被击毙了。解码器已获得完毕。TW 的 FCPC V5 呢，现在真是一件难求，基本上全网都已经缺货了。所以说，很多小伙伴都私信我说想买我手里的，但我也坚决不卖。不过年后就会补货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。这种迷你军推蛇，我是作为队长，肩负着一个通讯的作用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跟导调组通讯的一个电台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摩托罗拉 SRX2200 接收的信号。Talk， 风队呼叫，请求下一步指示完毕。那后面呢，就是我的整个的通讯配置。这个是法老的 V5 的一款水袋包，它将你的双子背包呢中间呢隔了一层，你会发现这里呢有2条拉链，那中间隔了这一层水袋包呢，美其名曰水袋包，但其实大家都是用它装各种东西，也有人会往里装这个 C4 的这种炸药条啊之类的。那你看我这往里放了我的通讯电台，一个是 SR-2200配着这个手密。那另一款呢，就是152连带着我的整个的通讯线，一根 KDU 线，一根跟 PTT 连接的线，从这个肩带呢甩过来，甩到这里呢，这是凶神的 KDU， 用它来控制这个电台的所有的功能。V60 PTT 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有多种的模式，然后可以双通甚至3通。但是呢，在这套配置上，我还是只利用了它的单通的功能。由于电台是复刻的 FCS 复刻的，它推不起来 V60 这种原品的，所以必须外接一个它的一个电池仓。然后那前面这个小包我里面就装了一些电池，我的个人的手机呢也会放在这里面，方便接收各种地图啊，各种这个指挥部给的信息。那前面呢，这个是一个导航板，这里放的是我分针系统用的那一款手机，上面呢可以对我分针进行一些操纵，然后也可以进行技能的使用，包括加入游戏、开始游戏、退出游戏等等。整套系统的耗电量比较大，有通讯系统，然后也有这个手机系统。怎么办呢？肯定要有充电宝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我插入了一个目前比较火的尖峰的这么一个 P420的弹匣充电宝，有这个 Type-C 和 USB 的充电口，从里面甩一根线，正好直可以插到手机上，边玩边充电。说完了背心，看看我下场时候戴的头盔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为分针专门配置的一款头盔了。为了下场的时候我自己的续航能力能强一点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塑料盔。塑料盔和碳纤维盔来相比的话，塑料盔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，也是更便宜一点。这个是来自阿尔德斯的4目的夜视仪，这个已经是我们的频道的老演员了，我也非常的珍惜它。这个是我为它新配的近光亮控制器。如果你白天想要进行夜视仪训练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调成最小的这种小孔的模式。它的原理就有点像它的保护罩上，你用弹壳呢给它敲一个眼儿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控制它的近光亮，保护这个夜视仪的管子不被烧坏。第二个就是小孔成像，玩摄影的人都知道，夜视仪呢它是需要调焦的，对不对？那调焦了以后呢，你的那个景深会比较浅，所以说你只能看清一定距离内的事物。如果你想要让它景深比较深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让它变成这种小孔成像的感觉，就可以让它景深变得深一点，不过也会牺牲一点近光亮，所以说你的那个增益可能会就变得小一点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装备。这里是一个7流之光的一个多光谱的一个阅读灯，它有白光可以冲天，比如说你在房间里，你像天花板持续的照明，可以让房间里像开了灯一样。你也可以把它调成红光或者蓝光模式呢，用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感觉呢去阅读你手里的地图。它甚至还有 IR 的一个效果，其实只有夜视仪能看见的补光效果。那整个的这个温迪呢，我加了一个盔罩，这个盔罩是来自以色列的蝎子品牌。这里呢是我为了保留 3.0 的这个导轨旁边的2个皮卡丁尼的系统呢，而且还要使用这个 C5 级别的这个 Contec XPI 这款耳机呢，所以我为了配了一个 Obscure 的一个耳机的延展臂。那这里我觉得比较有性格的是哪儿呢？是这个，我的这套系统呢是 AXL 的2代。你知道1代的话是用 Tegra 做那个 X 型，那这个就是它来自它的2代了。2代系统呢也好也不好，你像昨天我就已经把这个螺丝跑丢了，这是又换了一个新螺丝。因为这款耳机呢，它是
V60的接口。因为 V60呢，它不是标准的 U174的那个接口，所以为了使用这款 PTT 呢，我就必须得用这款耳机。那其实外面还有很多这个针对它来制作的耳机的系统，像有我正在使用的 Invisio 的 T5 啦，也有我刚刚入手的一款 Invisio 的 X5的入耳式耳机。等到货了以后再给大家做介绍。这是我们的章，配套的呢有一个电池盒，这个电池盒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推荐，所以说有选择的话，你还要选择法老啊，还是选择那种 TNVC 的那种电池包，这个真的华而不实。你看，你把它拉开了以后很复杂，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一层。这里呢是我为我的私募夜视仪调整的配重。为什么会调整配重呢？如果你后面没有配重的话，你的夜视仪会往前坠，往前坠的话会特别压你的眉骨。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很晕，非常的不舒服，所以你必须在后面呢把它配成大概，你不用特别的精确，但是也要大概相同的一个重量，让这个头盔呢向后倾倒，这样呢相对来说比较保护你的颈椎，让这个重心呢重新回到中心它该在的位置上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整体的盔的重量就会增长，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装备的使用方法。所以说现在无论什么装备，一体化解决方案，线路少。续航强，重量轻，使用来简单，这都是现代战术装备的发展趋势。